矛盾嘛，然后他怎么对？好，那么美丽岛民调最新民调哈，那柯文哲支持度跌了，因为呢现在呢，柯文哲现在被攻击的就是说他轻视女性、仇女仇视女性，那女性的支持度下跌啊，那柯文哲跌了4.6%，如果是四角都的话，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民调四角都郭台铭都是第4名，那郭台铭也是垫底哈，不管三角都四角都啦，我认为要三角都还是四角都也好，大概赖清德就很笃定会当选的啦啊。好，那么到底现在民调是怎样哈？如果沙卡都的话呢，是35.1%、19.9%、24%。那全代会有侯友宜小升了2.8%，当然是不够的，小升2.8%啊。那黄耀明媒体人说呢，如果8月底之前，现在是7月底嘛，8月底呢，侯友宜没有到25%，注定落选。凭良心说，以国民党这样的党，他支持候选人要25%是什么问题呢？本来根本不是个问题，谁会认为侯友宜拿不到25%？但现在居然20%，所以我认为，如果说真的是大家这个集中意志、集中力量的话，到1个月是应该是有25%，没有什么道理没有25%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民调下跌，林濁水就讲风凉话了。他说：“你看7.16游行，你要硬搞，结果做白宫结果民调还下跌了哈。所以呢，这个侯友宜院有上升一点点，所以侯友办公室大概有士气大振，所以一定会下架贪腐的民进党啊。那《中国时报》社论好大一篇说侯友宜要超柯文哲赶赖清德，人家原来是超英赶美，现在是超柯赶赖。”侯友宜的制胜战略，其实制胜战略就是他要恢复铁汉的形象，然后呢，要主打两岸和平要主打两岸和平。他认为说这就是侯友宜制胜的这个关键了哈。好，那么来这个许哲兄，我觉得这个跟上一趴我们在讨论都有相关啦，因为消除这个杂音最好的方法就是支持度嘛，但是杂音又会影响他支持度的攀升嘛。好，尤其当你弱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很强的时候，党内的一些杂音有时候也不见得撼动得了你。可是当你很弱的时候，党内只要一些杂音那一点点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回到刚才我说，其实对内这一部分就是说，能够会被人家见缝插针的啦，或者是那个让人家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尽量不要在外面讲了能够关起门来讲就关起门来讲，因为这个阶段，我认为在比如说25%甚至30%以下的时候，支持度在这个情况底下，都还是以安内为优先啦。那你说要去跟其他党怎么合，在野大联盟啦、执政大人，不管你怎么联盟啦，如果除非你是一个小党比如说5%、10%的这种特别的小党，那可能他就是被整合的对象。可是以国民党现在你说14个地方执政，然后38席的国会议员，然后300多个这个议员，你说你是一个小党吗？不是嘛？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你现阶段最重要就是把自己壮大起来嘛，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来谈什么和什么和。所以现阶段就是应该就是起码9月以前，你就是应该就是以安内为主，而且就是要制造话题没有错，可是那个话题不是现在这种话题，我们希望那种话题是回归到人民想要知道你这个候选人跟政党，你要在未来4年怎么样带领国家。再来就是说，针对目前执政党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在哪里，然后要怎么解决，要提出一些论述跟说法，因为时间也不多了，反而是这个才能够聚焦啦。玉珍，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就是说，侯办这边如果侯市长这边如果民调想要爬升的话，应该是要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是打击民进党，就是反击民进党这个非绿的这个盟主的地位这个刀口一直向内，并不会增加自己的这个支持度了那个有60%以上的民众希望政党可以轮替嘛？那这个东西之前这个柯文哲的民调比较高，是因为大家觉得说，他可以投射一个影像，说他可以把民党换下来他比较有机会，那时候差比较多嘛，所以现在当然比较好啊。如果说侯这样上来磕下来比较平的时候，实际上才比较容易达到最后两相僵持不下，都没有办法，两个人就是都僵持都没有办法分开，都没有办法
把民进党下架的时候，大家才有谈的机会。如果距离非常远，谁也第2名的赢第3名那么远，他也不跟你第3名谈啊。第3名去输第2名这么多，你要说我们要把它整合这样，我们变正多，人家也不会接受了。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比较好的策略不是像金老师现在做的这个做法。他这个做法，我觉得他讲一些话很不公平。上一趴里头有讲到说，这个什么在舒适区的人啊，所以什么就什么玩什么把戏。我要很公平的讲，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参选人啊，这边参选人事实上很苦啊，小鸡真的很苦。在那个选区里头，蓝营的支持者非绿的支持里头，也有支持柯的，也有支持郭的，也有支持侯的。我们每一票都得罪不起啊，谁得罪得起？不管他有几趴，我们都得罪不起啊。我们都希望握住每一张的选票，趴数不要掉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你们高层要想办法，主席应该想想，除了母鸡以外，你小鸡也帮我们顾到啊。那现在在舒适区的选区的人，如果比如说大安区是舒适选区好了哈。如果真的只顾自己，其实什么话都不要讲，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良策嘛。为什么还愿意讲？为什么这些来讲？大家看，不管这个，我一直说，不管比如说之前讲话这个曾丽文啊，你说罗志强啊，说我们啊，我们当初在跟民进党战斗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称为战将的，我们真的都是站在前面跟民进党比杀的，就是跟民进党对杀的，都没有后退的。那这些人的想法为什么都会一致？因为我们都非常的希望可以下架民进党。那当然有步骤啦，刚刚赵先生也说的很好，有步骤。好，那如果有步骤情况，真的我们主席也说了，我们江主席也说了，先把自己的民调拉起来，不要一直刀口对内嘛。我们事实上之前在讲这些的话，都是希望说最后怎么样好好整合，把民党换下来，政党轮替。那所以我觉得侯办应该多花一点心力去刀口对外。好，范伟。好，对，因为那个罗志强，我之前有在大安区服务的时候，也还蛮常遇到他的哦。我是觉得那个金溥聪有一半没讲对了，因为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大安区的那个民调，那其实国民党是在下降中哈，就跟民进党或者是所谓的非蓝的话是越来越接近哦。所以苗博雅这次也喊这个政党哈，就是说轮替在大安区大联盟，所以罗志强这有可能真的是紧张。不过回来讲，我觉得金溥聪这个样子，我从就是说外面来看的话，真的觉得有一点夸张哈，因为他的确会让我们看起来就说，好像他跟朱立伦的目标不一致。那朱立伦目标是不是就是政党轮替？然后金溥聪是不是就是护侯哈？就是说侯友宜当选，侯友宜没有当选，也要保到最底。那我看到这个明显的矛盾哦，那当然有矛盾没有关系，只是说团结未完成嘛。可是就手段上，金小刀对自己人哦，拿出那个大刀一直砍哈。以我个人对政治的了解，这应该是制造更多的矛盾。那这个创伤就非常不利于之后的团结了。所以他这么重要一个选战的大将，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打自己人哈？那我自己都觉得，我们对玉珍我都没有这样骂过，说你什么睁眼哈等等，我是觉得蛮惊讶。那可能团结不保哈。那婉慧你要补充？我讲一下，就是这个柯文哲这个民调看起来就是最近这一周调的部分哦。我想我们大家都不要落入民进党的圈套，所有在野都一样。他反正一下打侯，一下打柯文哲，就是让我们在野的这些民调那边分来分去，上上下下此涨彼落，就这样子而已，就那个几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大家不要落入民进党的圈套。现在是赖清德。他难道不丑女？他难道不需要被检验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回头来讨论的问题啊！这些像那个没关系，但他要有机会出来，让大家可以检验一下，好不好？这么多，他有机会。那我请教一下陈宗彦跟陈凯琳，他们在台南这些新招待的相关的事情，他眼睛都看不到吗？他到现在都不用出来回应，然后都不用被检视。我觉得大家再也不要落入民进党的圈套了哈，就是还是要检视赖清德。我觉得民调哈，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哈，非常多哈，所以呢，他现在呢所以他现在就出现两个状况，一个就像是刚才婉慧讲的啊，当这个柯文哲上来的时候。民进党操作那个议题，把它打下来，就是说，到底是丑女的这个议题发酵奏效，还是说在回答这个民调的这个时候呢，可以民众呢、选民呢会有意识到这个配合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步骤，就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讲，它最好的就是柯文哲很高的时候，我当然要把你打下来一下。但是侯友宜呢太低呢也不行，我还要把你打上来，还是希望把你上来一会啊，撑起来一个部分。我觉得民众有这么的容易操作吗？或
或者是说民众有这么的容易这样子被这样指引？因为他毕竟不是。它并不是一个党内的这个初选。今天党内的这个初选，如果是韩国瑜啦，什么郭台铭啊，什么那样的初选，或者是洪秀柱的那时候的初选，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了。他那种时候，因为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这个举行，所以那些其他的政党你可以灌票来支持嘛，推出一个对我来讲比较有利的、比较好打的这个候选人。可是像这种大选民调这么多、这么的这个分散。我觉得说是这个民进党在背后呢有意识的去操作那个民调，我觉得那这样子民党也太厉害了啊！所以那这样子比较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说，真的是民进党选对了议题，丑女的这个东西它发酵了，否则的话你不足以解释说为什么柯文哲在这1个礼拜以内他的民调会这样子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柯文哲呢他的阵营呢要必须注意到的部分哈。你抓到一个点去打，然后呢？你就深陷在这个泥淖里面，你如果不能够翻转的话呢，那你后来呢会有一个问题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份民调呢，我觉得显示出来有2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民调，就在于是说，它里面有一个啊，如果铁票只啊，就唯一支持某候选人或某政党，否则不投票的话，就是唯一支持谁了啊？那你这个民众你自己认为在2024年你是谁的铁票？就赖清德的这个部分呢，21.8%，侯友宜呢10.9%，柯文哲呢9.1%，郭台铭5.0%。当然，就说我自己会去投票，但不是谁的铁票者是高达43.1%啦哈。但是如果我们暂且就把这个赖清德21%，侯友宜10%，柯文哲9%，郭台铭5%，当做你是气不掉的人的话，啊，就这群人无论如何我怎么样我都气不掉。那就表示说，如果再也不整合的话，那个柯文哲目前的阵营呢，他有打一个算盘，认为说，我只要侯友宜起不来，好，我就是一直都是在老三。我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呢已经很害怕了，很害怕呢重复2000年的时候的连战的那时候跟宋楚瑜分裂的惨剧哈，所以呢，我这一次呢会弃保啊，然后。侯友宜的中间呢会越来越巩固，他会被弃掉，所以说这个也是妨碍蓝白合的一个谈判的一个障碍哦。但是如果说铁票是这么的巩固，无论如何侯友宜都有10%的话，那萨卡都就一定是赖清德当选。不过我对这个民调有意见了啊，民调的问题啊越简单越好，讲那么复杂，来清在那个题目中，想半天啊，你在问什么东西？对，不得难。你打个电话给我，我已经在很烦了，接你的电话，从头问到最后，我一大堆什么假如什么一定要的，哎，这个民调这样的民调都不准确，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个前2天啊，这个郭台铭到正南宫啊，然后呢有7个人啊，7个人揪个团去，还拿了一个诚信的牌，跟着郭台铭。选举会这样啊，支持你的非常支持，反对你就一路跟着啊。那金溥聪说，金溥聪接受蓝轩的访问的时候呢，中广蓝轩，金溥聪说，郭台铭曾经问金溥聪说，我应该做 king 还是做 king maker？ 哦，到底要当王就是总统，还是造王者帮王当选啊？那郭台铭说8月会有重大宣布，而且呢，他跟很多国民党的议长呢在联系啊，希望议长支持他啊。那陈玉珍委员说呢，全台湾有80%的议长都挺郭台铭啊。然后也办公室有回应说，名单拿出来，哪80%啊？说这样的争乱啊。他就同义字了，就争乱哈，改成争乱，让人看笑话啊。陈玉珍就回去说，你就继续穿国王的新衣好了啊，就是明明不行，你还认为自己很新，意思是这样哈。好，那美岛电子报做的，如果郭台铭出来4角都会怎样？赖清德33.1%，柯文哲20.7%，侯友宜17.3%，郭台铭12.8%啊。所以呢，4个看起来郭台铭
是比较低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看起来都怎么样都是赖清德受益啊，所以几个民调我看都是这样，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啦，这是美了电子报了。台湾民意基金会如果3卡多呢，赖清德差不多33，柯文哲也差不多20哦，然后呢侯友宜也差不多这个18左右，然后呢郭台铭这边高一点15，这边12哦，但是不管怎么样都离当选还蛮远的，当然还没有开跑了啊。不过郭台铭当然到底要干嘛？他现在就是所有要选总统的动作都做出来了，这边跑来跑去，那边跑，我看他这玩的也很快乐哈。那戴个帽子哈，然后呢，但是不讲他要选啊，他马上要到美国去啊。那联合报的评论也说了哦，说很多人都不选他，郭台铭到底干嘛？好，虽千万人，他不是讲吗？他是引用孟子的话了。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啊！那所以呢，千万人都不选他，民调的最后啊，那为什么还往前面无往矣啊？虽千万人无往，还要往前冲啊？等等等等哈。好，那么另外呢，大家现在讨论劝退郭台铭，王金平说，我有什么条件跟他谈呢？所以呢，朱立伦哦，你是这个要主导侯友宜的选务哈，要谈也是你要朱立伦去谈的，因为之前他们说跟王金平谈好了，王金平说会去谈哈，那王金平说我怎么谈呢？来，玉珍，到底郭台铭现在要干嘛？我当然我看一下，我们看郭董的这个动作了哈。第一个就是我知道的哈，准备了很多的政策，有许多的这个幕僚群很多嘛哈，这个政策上面准备的相当充分了。我觉得他就是当然没有变的。第一个，他当然非常担心的这个是两岸和平的事情，所以他的两岸和平是他的这个至高的这个理想，这个他要做的。第二个，他真的好多幕僚，然后给他提供了一些，就是他针对各方面国家未来怎么发展，包括什么 AI 啊，或者其他经济发展啊，0到6岁国家养各方面经济发展都做了很完整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些政策的准备，他不停的在这不管什么董事长开讲或什么这个各个场里头，都有一直的这个表述他的这个政策。又一直讲这些事情，我觉得他至少第一个，他在跟这些现在这些参选人在示范一个。他希望这个总统选举过程中，到底应该怎么？不是只是他自己有讲，他脸书有讲，不是只是在讲什么声量啊，什么这些拿出大税购中你来我去的这种议题，是你们要这些人要把政策讲出来，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他事实上真的也很勤于的这个拜访这个地方，有没有到地方去？从花莲啊，又到什么屏东一路上来啊，那个屏东本来这个27号办一个。阿明自由会嘛，台风先暂停，然后接着还有往上一路跟地方的这个地方意见领袖也都还保持很密切这个联络，所以这个些在都显示，事实上他并没有忘情于这一场选举，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5月17号的那一场这个征召过程中，他觉得这个是。中间应该是有一些觉得，那这大家都讨论过了，不要，我不能说他被骗，但是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这个过程。很奇怪。好吧，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逐桌向地方人士致意，连拍照都来者不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跑到台中去，在关公面前这样承诺乡亲：有没有贪腐无能的政府必须要下台，对不对？对。我们要政党轮替，对不对？对。我一定出来哈，我一定想办法哈，尽量的提出更多更好的政见。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重视这些要他选总统的声音，郭董最近动作频频跑到地方阅兵，不知道镇澜宫去，还夜访老朋友前云林县长张荣卫，难道是在为联署做准备？传出郭董开始联系挺他的势力，从新竹市、苗栗、彰化、南投县都有议长相挺。云林有前县长，屏东花莲金门议长更是早表态，算一算至少有8县市大咖相挺。8月中可能就会起义，但在那之前先秀肌肉，连结国际。郭创办人将在月底启程访美1周左右，他也会去造访重要智库，以及和美国外交圈的重要级人士会晤，深度交流如何确保台湾和平的意见。另外，我们也有惊喜的探访活动还在安排中。什么惊喜还在埋伏笔？但除了要拜
会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据了解回台后，郭台铭还要复制2020选战前出书，从郭董到果冻再出一本，让大家更了解郭台铭。想法越来越多，当然就需要多一点人力。郭台铭的豪宅楼下原本是他团队办公的地方，不过现在传出他要扩编团队，要把办公室换到大一点的地方。万事俱备，就看郭董什么时候等到他的东风。来，世刚怎么看？当然，郭台铭是讲说要下架民进党，要政党轮替，可是现在的做法完全就是在帮赖清德嘛，现在影响到这个我真的不会认为，因为那个郭台铭如果真的，因为如果以这个局势来讲，现在是柯第2名比较高嘛，侯比较低嘛，如果因为郭如果出来的话哈，我说就这个过程当中他出来的话，他的会把这个柯的票拉一点过来，因为重复比较多嘛。郭跟柯的粉重复比较多，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3个民调也都有显示，让3个比较平的情况下，大家都不会活的情况下，才可能下来谈这样子。如果拉很高，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然后拉很高的话，到时候很多蓝营到时候自动弃保就被民众党捡走啦。可是你这个整合复杂难度就高啦。你2组人用蓝白就怎么整就谈不拢。那跟加1组人进来，你要怎么整？如果民众党一直很高，然后这个我们国民党一直很低，如果维持到前一阵子那个样子，我们侯没有起来，然后一直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就会变成是到时候到最后那个民众党绝对是操作弃保。不是，问题是说他把柯拉下来了之后，他并不是苦肉计啊，并不是说我把柯拉下来了之后，让这个柯跟侯比较平的时候，他们2个去谈，他还是要参选啊。是啊，那所以说这3个是不是3个谈就更难谈？这3个人都是在野的嘛，那在野3个如果都差不多，而且都下去选不会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样下去，就是那个赖清德就准备当选就很开心。那是不是这3个避无可避的时候，基层民众也希望逼他们一定也要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有点一厢情愿，这太难了。除非说你郭台铭出来，他现在每一个民调假设他都第4名，那可能会压迫第2名、第3名谈，这有可能。就是我第2名、第3名谈之后，我把第4名吸过来。这在赛场上面是有可能出现的，除非是郭台铭要达成这样，我逼迫2、3名去合作，所以我就来参选。但这个想法真的太反复了。而且他这个有一个前提啦，是在于是说，如果说郭董他这样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他的那个目标，他就是我要以当政的为目标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话。他民调怎么拉怎么低什么样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啊，那你就说我郭台铭跟柯文哲合也是要我正，我郭台铭跟侯友宜呢也是要你侯友宜投降。我昨天也有在讲啊，因为媒体在访问我的时候讲什么议长什么那段，实际上前面就是有讲这一段。我说我们主席所说的这个3阶段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说应该是任何一个人他来谈的时候，都不要先说谁正谁负，先不要讲这些，先大家想说有什么规则让这些人可以去那个。对，郭台铭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说一定要往这方面，大家这个3方下面的人都要往这方面去 push。你有80%议长制，他真的有80%吗？我跟你讲，每次这个我觉得这个伙伴应该要好好的去读看看新闻嘛，好不好？因为这个在5月15号有没有？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征召前的时候，不是本来要办一个记者会嘛？那个议长都要来的那一次嘛，后来没办嘛，因为以为会被征召就没办的那一次记者会。后来这些人全部都到这个就到郭董那边吃饭了嘛，大家都一大桌嘛。那个时候有可能，因为那时候大家以为郭台铭会被征召，所以都来。后来现在没有了，还会有80%吗？你就觉得后面又没有人见面吗？你觉得大家后来又没见面吗？这个我知道有了，但是反正是这样子，所以有80%吗？我刚刚真的算了一下，真的80%是有16个以上，没有16，没有啦。那个议长没有完全都是国民党啊，有一些是民进党，有一些国民党议长大概有17、18个，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没有有啦。其实议长也是，因为县市长就第一次听到他意思说，你看现在民调变成这样的，对不对？对。如果郭台铭拉一点上来，他们再拉一点是都一样的话，他就必须要谈了，不谈就不行。类似这样，会这样吗？我觉得。这我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是政党政治啊，政党政治的它的逻辑应该就是你是哪一个党，你在比赛里面你一定是先帮你自己的党，对不对？不会说现阶段就在想说我的党如果输了，我接下来要赶快来跟他怎么做？你现在就在盘算这个，那所以大家就不会全力去帮你自己现在的这一个选手嘛。
我们是同一个 team， 应该是现在先帮你自己 team 的选手一样，民众党也一样啊，对不对？你一定是到最后要冲刺的，发觉说，如果是作战来讲，发觉说我真的就是没有希望了，或者我们能够谈出一个什么样共同目标了，那时候去谈才对。但现在我们就不断的释放说，哎呦，我们赶快来跟别人合作，那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你是一个同一个 team 的 member 哦。你如果说其他 team 的，那我不管，自己是这个 team 的 team member， 那我们当然是以先巩固我们自己的选手，除非这个选手不是经由内部的正常程序出来的，那这个是内部争议。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回到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所提出来的选手能够增加他的这个胜率了。这个都是程序的问题嘛，就是说。这个大家目标最后都一样，那时间点，那主席总要，我不是说你好，我说的是这个现在的主席，他总要一个时间点说出来嘛，说大概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要做到哪一个阶段嘛，这个阶段讲好，大家这个再也希望，既然如果要多保3年，大家都先不要讲话，闭嘴，然后接着大家是不是都各自拼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可以嘛。这个主席要出来说句话，朱主席要说这个时间点啊，什么干嘛要说一下啊，是不是？不过为什么蓝营的让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就是就是这样好了，就是说在野的群众为什么很温准的原因，就是说赖清德搞来搞去就这么多，对啊，就是这么多嘛，怎么做他就是这么多，35上下多一点，这些加起来50几%，对啊，50几%，对，到时候但是因为有50多加上6没表示意见，所以要政党轮线有50几%，照理讲你这边赢啊。但是分成3咖也好，分成2咖也好，他就不会啊，就分散掉，就变成这样。金老师他就不要说什么柯侯配绝对不可能，什么一定谁要这种东西出来就而且这个我真的也是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陈委员讲这个郭台铭原来他的策略是这样。他想郭台铭不一定，他想嘛，郭台铭不会这样想的，郭台铭想我一定要做头的。我觉得也蛮妙的，而且说当这个非绿的这个部分呢。越乱就群雄这更并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本来就蛮优雅的这个范委员呢，看起来就更优雅，是这样，好笃定，看你们，好笃定啊，看你们吵来吵去，介入这样，太吵了，就大家还是要好。而且就是你在都第4名情况，你怎么去做头？你怎么去说我一定要搭正的？你有那个正当性的问题。这个就会变成问说，像民众党现在就问说你侯友宜都第3名，怎么来跟我民众党谈做头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大家都应该少讲这些话。我个人都是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努力去把那个在野都去对，然后去最后去怎么来好好的谈，这个才是基层民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终于出现了。昨天晚上低调到台中参加参会，高喊台中赢，台湾就会赢哦。为什么？因为不是他道理很简单嘛，就是他认为南部他会赢嘛。那北部侯友宜目前看起来也没赢那么多嘛。那台中会赢，不中南部他都赢，他不就赢了吗？这是什么？这本来大家认为侯友宜是这样，就是说北部他一定大赢嘛，中部卢秀燕这边也不会输嘛，南部。侯友宜嘉义人应该也还好嘛，所以侯友宜就赢了嘛，所以都讲这个台中赢，台湾就会赢啊。绿营人士说呢是要整合资源啦，赖清德的意思要整合资源哈，而且赖清德昨天还讲说，陈水扁参选总统的时候，国民党靠国民党分裂，对啊，陈水扁只有39%多嘛，对啊，对，40%都不到对，没错，就2000年嘛，国民党分裂就连宋嘛，所以呢，三角都赢得大选，那是2000年，因为。有沙卡都，到了2004年连宋合啦，那怎么还输呢？他说他是乱讲了，赖清德说是靠民意团结，所以呢，陈水扁连2颗子弹呐，什么民意团结，你自己想想看，到最后陈水扁只赢连宋1万多票，对，大选2300万选民只赢1万多票，这是多么接近啊！如果没有2颗子弹，你认为会赢吗？你认为那2颗子弹有没有造成起码1万多票的这个增加呢？选民没有2300万了，选民也将1000多了，1000多了，选民大概起码1500万嘛，差不多1500万，所以呢，基本上他说国民党不明白，国民党不是不明白，2颗子弹是不明白，到现在还不明白，
吕秀莲还认为是要打他，吕秀莲到现在还认为2个字人是要打他哦，因为打了他总统副总统照选，然后呢陈水扁就当选了，那吕秀莲就挂了，挂了就挂了，又怎样了？摊了就摊了嘛哈。所以吕秀莲到现在为止，他一直说要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很不服气啊啊。那这个那大家意思，就大家认为说赖清德准的意思是不是要不要给蓝白合啦？哦，你看当时我就讲哈，这个陈水扁得647万1970，连胜得644万，差多少的？2万多票而已啊！哦，差一点点啊，一个是48.84，一个是48.62，差这么一点0.220.22%，差这么一点哈。好，除了这个以外哈，这个学者说赖清德过境美国不太容易进 AIT 总部，因为就想因为你绝对现在不可能去华盛顿 DC 了啊，不可能去华府了。但是因为那个 AIT 总部就在华府沿着波多马克河的对岸，所以说只要能够进入 AIT， 也等于就半只脚就跨进华盛顿 DC 了。哦，他们说这都很难啊，不会给你进 AIT 总部的哈。那黄介正教授说呢，这个是不容易进去的啊，因为呢，你赖清德前一阵子还说要进白宫，是民进党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什么最高目标，已经踩了红线了，踩了美国红线了。所以美国透过昨天那个赵春山在我们节目，他也说他去问了那个记者啊，这个 Financial Times 的记者说，你真的确定你有消息来源吗？记者跟他讲说，我好几个消息来源，就不是只有一个消息来源，好几个官员都告诉我哈。好，那么但是呢，金溥聪说美国会维持公平允许规则到底会怎么样啊？不能说只独厚一个人独薄其他人哈。好，我们看一下，副总统是否慎防蓝白合作？选举是或许不适合在这说，不过关起门来很好说。前一晚的闭门会，赖清德分享2000年陈水扁靠国民党分裂而胜选，但胜选后他随即质询当时的行政院长，断言国民党定合作。果然2004年连宋合，但是台湾人知道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陈水扁依然连任。这话也被与会人士解读，慎防蓝白合，团结才能胜选。蓝白会不会合？站在民进党的立场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比较好的这个确认，会戒慎恐惧。若是持续三角都对赖清德自然利多，不主动攻击蓝白阵营策略之一。但行政团队现在也被自家立委质疑，韩国瑜一句民进党贪腐却不回击，根本是当太平官。范伟怎么看赖清德？我想就是说他在台中讲的话，我自己的解读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当然就是说台中因为现在是卢秀燕执政嘛，市长，所以一定要努力哦。那如果台中能够胜选的话，就像刚讲的会赢哦。那至于他讲这个蓝白合跟讲那个就是过去阿扁的选举，我觉得他其实是期许支持者哦，就是就像我们刚民调讨论的，不应该就是说寄望蓝白不合，而是我们自己更团结哦，那自我提升。就赢得这场选举啊。那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步伐，其实他也是非常的稳健向前走嘛，哈。那之前不管是提名各种方面，他其实就是一直稳健，不断的处理问题哦，从过去的学伦啊、黑道啊等等。那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调，他在国家领导人哦，就是说的施政能力上分数也是最高的。那在国际这一块，他也是最高的。那而且他最近也有谈到说，他再来就要公布他的国家希望工程哦，因为毕竟民进党是执政党，那大家只要在生活上任何不满，赖清德也都必须要就是说背负这个部分，所以会就内政的部分哦，民众不满的部分，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的关心啊，各方面啊，就是然后到托育啊各方面啊，前一段处理的是高教学校，他都会让大家看到未来的愿景哈，所以他不只是延续蔡英文的这个就是国际然后稳健的，那还有包含就是那在还没有做到的部分哦，那其实会继续往前哦，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那包含就是刚刚讲到的，他8月会访美嘛哈，去访美。那其实8月的部分，我个人是觉得美国这方面一直非常的一致啦哈，就他过去其实过境多次哦，所以就是北京如果要生气也不大合理，但是这一次的身份不一样，就他是总统候选人身份，那美国一向都会非常的公平哦，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团队也并没有期待说这个部分一定要美国特别的比其他候选人更高的，那当然他就是必须要继续，而且是蔡
总统给他的任务嘛，就是说那会过境美国，所以我想这方面很多大家的东西都是臆测。那我自己个人看到就是说，他其实这方面不管是国际的被肯定的部分，那包含内政上要补强的，他都持续在稳健向前了。金溥聪说，美国会维持 fair play 公平。什么叫 fair play？说赖清德是候选人，又是副总统，所以 fair play 以前候选人是可以进华府的，那现在赖清德不能进，因为他是副总统。好了，那 fair play 是怎样？是因为赖清德不能进华府，所以其他2个人都不能进华府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那这叫什么 fair play？ 那2个人衰死了，对不对？他本来可以进华府，因为赖清德也是副总统，你不能进，你可能只能到什么 Arizona， 你到什么加州，他就只能这样，不能进华府吗？这叫 fair play 吗？是这样吗？乃金？对，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呢，那真的就是衰到 non-unfair play。而且呢，这个的确也是现在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就是国民党了，因为那个柯文哲他要再去一次美国嘛，哈，那这个是后来的这个事情嘛。那之前的时候呢，就是赖清德要去，然后侯友宜要去，所以就因为赖清德呢不能够靠近这个华府。我觉得赖清德他的白宫说其实真的是害了他自己了哈。虽然说呢，之前的时候呢，他本来就已经不能去华府了，可是呢，这是赖清德的这个阵营的这些人，他们还是非常的努力啊，就希望呢起码能够到 AIT 的总部。我之前讲过嘛哈，就是比照吴钊燮，比照这个顾立雄他们那个例子，就到这个总部，他们这样子努力了这个之后呢，其实那时候白宫方面呢，美国就已经告诉他，你不可能来的，因为你不可能来，你不可能靠近大华府地区，不要说华府了，大华府地区都不能来，所以侯友宜也不能来，所以这个对于侯友宜来讲并不利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白宫的这个踩了这个彻底的红线，那赖清德呢，他就是准备迎接的一个就是冷清的过境美国的行程吧。我都很怀疑他现在呢，除了这个乔宴之外，他的乔宴会不会连乔宴都不能够太高调？我觉得会被打压到这个地步。那对侯友宜来讲的话呢，他有可能非但进不了这个华府其他的部分应该不会太苛待他啦。但是这个对于侯友宜来讲是很伤的啦。我觉得基本上这个 fair play 当然刚刚那是一种说法或者一种可能，但那个绝对不是侯办想要的可能。是，对啊，应该是回到2012年那时候，马英九是现任总统，对不对？他连任，他没有去美国他派了金溥聪去嘛。那蔡英文有没有去华府？有啊，蔡英文不止去华府，还进了可能一些有没有进白宫我忘了。但是有进到类似行政部门对，然后后来就被徐嘉玲打脸了嘛。对，所以这个那一次他还去国防部。对，所以其实这个才叫 fair play，就是说过往其实是这样子来看待现任者跟不是现任者嘛。那不然你赖清德辞掉副总统，对不对？因为你有副总统身份嘛，所以基本上美国就是这5大不能够进华府嘛。更不用谈说现在你说这个白宫说这个状况，那是更不可能。但是应该是回到2012年之前，马英九那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对待当时候的蔡英文，他是在野党的候选人。那我们应该是要用这样子的对待，这个叫 fair play 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说因为现在在操作这个侯友宜去这个华府的就有2个嘛一个就是9月要去，我就说有2个系统，一个就是党部，一个就是这个侯办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应该他们就是要听这个江主席的这样子的这个经验，拿2012的例子来给美国参考。就我侯友宜，我又不是现任，我只是个新北市长而已。你赖清德不能去是赖清德的事情啊，我侯友宜为什么不能够到华府？但是我们担心就是民进党去做这样子的要求，对啊，所以我们刚才所以我刚刚才强调说，这个对国民党来讲是不公平的啊。国民党应该大力跟美国讲说，赖清德是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是柯文哲，是不一样的，身份不同嘛。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那么基进党台北党部的主委叫吴欣岱，他说呢，柯文哲很多仇女的言论，哦，仇恨女性了啊，那还数落柯文哲也不用泡奶粉，也不用换尿布，当什么爸爸嘛，哦，都让妈妈做啊，然后呢，妈妈就出来讲话了，我是小儿科医生啊，我喜欢，我本来就喜欢小孩，所以我才当小儿科医生啊，对不对？小孩出生，我自己泡牛奶。自己帮小孩换尿布，也不假手他人，干嘛要柯文哲做？柯文哲做不会比我好哦，因为我自然做的比别人好哦，需要他叫他帮忙就好了哦，他在一旁等啊哦，我们夫妻这样的互动有什么不好？关你什么事情啊？你这医生不好好做，整天拿去上节目拿通告费，对不对？还上节目消遣我们夫妻，什么意思啊？陈佩琪也蛮厉害的，反击啊！哦那好，那么吴欣岱说呢，说这个大部分职业妇女不喜欢这样家庭分工模式，什么泡奶粉，什么换尿布都是太太来哦，先生在旁边等哦。那说呢，我也不是抹黑你，我也不是评你的家务事，只是平衡报道而已，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讲哦？那吴欣岱说哦，你们可以讲别人的私事，对不对？我不能讲你，对不对？你柯文哲说啊，别人要不要化妆上街，干你什么事情啊？30岁女性要不要结婚，干你什么事情啊？女生做到 CR 还没结婚，对不对？是怎样？也不是 hopeless， 也不是 helpless， 漂亮的女生就只能做柜台啊，就不能选市长啊？又关你什么事？林志玲有没有嫁人怀孕，对不对？有没有退出比赛，关你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这样讲别人，我就不能讲你。哇，这吴欣岱这个反击哈。他说呢，主要说这个吴欣岱说，为什么柯文哲是仇恨女性的？他说，女性党员都被他当成遮羞布，而且柯文哲对党内 MeToo 事件不作为，等等等等哈。那好，他还整理了柯文哲10年对女性的讲法啊。有些台湾女性同胞直接上街吓人，因为没化妆嘛啊。然后呢，陈以贞年轻漂亮，做柜台差不多了哦。外籍新娘进口了30-40万啊。那妇产科只剩下1个洞啊。的便宜啊，然后呢，他用这个来比喻都更了哈。陈菊是比较肥的韩国瑜，女性越多的行业越没落啊。然后呢，30岁以上的未婚女人像残障车位啊，有特别聘请漂亮的女性发言人啊。30岁未婚女性占30%，有国安危机。来，王慧到底怎样？我其实不太想评论吴欣岱，老实说，因为这个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手法，就已经帮他蹭到很多的声量了嘛，对不对？因为他现在也在选举啊。那我确实，我觉得佩琪姐跟高嘉瑜在选是吧？对啊，跟高嘉瑜在选啊。但他们自己党内也不算党内啦，就民进党跟基进党嘛。我先讲哦，这个吴欣岱，我唯一要讲给大家听，他也是常常做了之后再道歉，好，做错了道歉。好，我跟你讲716这件事情，他本来还在一个群组里面，好，建议赖清德应该去参加，好，后来被刁之后呢，他就道歉了。好，那我要讲，在选举期间呢，就是说你自己身为女性，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的有女性意识，把这些事情拿出来再当做一个炒作的一个工具，我个人是非常不认同的。那佩琪姐讲的也是她自己的认为啊，我觉得家庭分工我们自己做妇女工作的，2个人讲好就好，她觉得这样子她 OK 就 OK 啊。那如果柯文哲过去的言论他没有受到相关的一个，他也受到相关的一个不要讲惩罚嘛，就是说大家也因为他刚刚就像吴欣岱整理的那些东西，他也被讲过很多次啦，他该道歉道歉，他觉得不好部分修正嘛。我觉得所谓的厌女丑女其实也都是大家不断就是这些民进党吴欣岱，我觉得他们都有操作的东西啦。我先回来讲我们自己做妇女工作，我跟香菱都是嘛，在他旁边呢，我觉得只要是他讲不对的话，我们也是当场就不要讲回呛他，就告诉他说这个我们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断的拿出来变成一个，就是在这个选举当中的一个我认为就是声量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工具啊，我是不认同。那我们看陈佩琪怎么回击。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近期陷入丑女论的争议，甚至有名嘴评论柯文哲家庭互动情形，就引发了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不满。她在脸书发文说夫妻间的互动关别人什么事，还酸说医生不好好当，整天拿通告费上节目来消费他们夫妻。陈佩琪是在脸书上指出说，她刚好看到了一段影片，有感而发，说夫妻的互动，两个人之间说了算，没有爱到别人，也没有犯到任何的天条，还批说想选总统大位的人，本来就不是用脚踩别人来凸显自己的方式。我是都很尊重那个陈佩琪医师她真的就是职业女性然后非常辛苦，所以她的话我很尊重。我要是回来讲就说柯 P。到底是不是艳女或是丑女那我觉得柯 P 或者柯 P 阵营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艳女这个意思她艳女其实是有一点学术专用的名词，是在做性别分析。她讲的是一种文化态度她主要讲就是有些人其实不只是人，甚至也不只是男人，女人也可能会艳女她把女性客体化，就当成好像是一个东西，他者化，好像女人是另外一种人然后呈现出一种常常在贬义女性，然后男性是比较优越的像我们就好，等一下我先讲完就是说，像我们从来不会批评侯友宜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让人感觉到，就算是 Me Too， 他也是讲清楚他的态度那如果有问题，可能是党政或其他的那柯 P 他讲过太多类似这样的话，譬如刚刚讲外籍新娘进口30-40万。你这不是把新娘当成是一种物品吗？这种就是把女人当物品就妇产科只剩一个洞，你是把女人当成是一个你知道什么吗？然后另外说，女人30岁不结婚就国安危机，然后女人不上街化妆，你讲的好像是你的讲话对象就是男性，女性是另外一种人，而且那种指导女人要不要上街化妆这种指导这个是讲的是这种心态，所以跟他有没有重用女人有没有在家分工是无关的，而是这种态度。因为事实上很多厌女的人，他可能特别懂得会用女性，他可能也很在乎他的妈妈，然后老婆，可是他讲出来的态度还是这种让女人听了觉得浑身不舒服。我们讲是这种，那你说他们道歉，我很少听到他道歉，他每次说我不是那样讲啦，我其实怎么样讲？你看大家可以列出他过去，他从政不是第一天，这些人物侯友宜、赖清德柯 P 都不是第一天，他有这么多话可以被累积，所以大家应该回到他本身，而不是我们旁边人帮他解释。他们不要帮他解释，让我想问范老师，你也在妇女界非常，我想请问一下吴欣岱这样的行为，拿别人过去讲这些话，然后他也没解释，他也没像你这样子解释，那就拿起来，这样算不算称赞？算不算也是艳女？我没有感觉到吴欣岱有艳女因为他在就是操作选战评论一个事情，然后那陈佩琪可以回应嘛？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这样。我觉得这个陈佩琪终于恢复他的本性了回到了这个以前他那个写很多文章的时候，我们都还蛮喜欢看的，就觉得他很真诚。